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要来看一下2023年最后的逆袭，还有你可以值得的突破。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占卜呢，我们会来到2023年的年底这个时间节点啊，我们来看的是在2023年结束之余啊，我们可以看到农历年，那就是阳历的2024年2月份哦，在这个年尾的这个关头吧，大家还有什么样子的地方可以去努力？那无论当下你已经获得了成就，还是说还差一点点，还在突破，还在赶进度，还在准备收尾，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023年的收尾工作。那么整个2023年最后的逆袭，还有什么地方我们不可以放弃？还有什么地方我们要坚持下去？到了年尾，其实这个能量也是一个趋近于丰收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要如何的把这个收尾工作做好？宇宙当下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指引给你？哪些方面你可以逆袭？你可以去期待这个逆袭，然后呢，如何去成功的逆袭？这里是我们今天占卜的一个主题，也是我们的一个重点哦。所以说，如果你对今天的占卜感兴趣呢，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选牌环节。今天的选牌呢，还是和往期一样，我呢提前的收集一下你们的能量，然后呢把它们放在了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里。我们呢从左往右分别是牌组1、牌组2、牌组3，从左往右，牌组1、牌组2、牌组3。好，第一副牌的朋友，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一个占卜小物黄色的数字7黄色的数字7，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黄色的数字7。好，第二副牌的朋友，我们这里呢是橄榄绿数字9，然后呢第3副牌的朋友，我们这里就是一个粉紫色数字8，粉紫色的数字8。那为了方便你们可以跟每一副牌的能量进行好的连接，那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2023年最后的突破还有逆袭，究竟会在哪些方面？我应该如何的去掌握？我应该如何的去逆袭成功呢？请宇宙给我指引和建议。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一下，究竟哪一副组牌，哪一个数字小物哪一张牌卡，那么在能量上呢，有当下跟你自己是有连接、有对应的。那由于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大众占卜，所以有些朋友如果说在这个能量的选择当中你觉得有2副牌，或者是一张牌和另外一个数字小物同时呢都非常的吸引自己，那么我会建议你呢2组都听听看，因为呢有可能你的能量和信息确实呢是被分在了2副不同的这个牌组里面。那如果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的话呢，我们就来听听看2023年属于你最后的逆袭究竟会在哪里？你该如何的逆袭成功？
那我们待会儿见。嗨，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呢选择是这个黄色啊，数字7 Vision。好，那我把它放这里。好，放这里。OK。今天我们的这个主牌啊，那么是我提前为大家抽到的，它的关键字呢是 vision， 有关于我们的远见。这张牌讲的是，我们如果想要去得到一种醒悟，或者是得到一种感悟的话，我们并不需要向外过多的一种寻找，而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想要去获得答案的话，那么这个答案呢，其实就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内心其实早就知道这个所谓的原因、道理以及我们想寻找的答案。这张牌呢，它的能量其实特别应景特别是冬季的朋友。现在呢，南半球的朋友会是转夏那么同样的道理啦，就是说我们在一个更换季节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年尾我们要结束2023年这个阳历的年份嘛。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时节里面呢，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非常值得给自己一个美好的一种总结。这个总结呢，它不仅仅是辞旧迎新，这个总结也包括了我们对比方说整个我们所经历的事情的一种体会、一种感悟，以及我们要寻找的答案。那么当下呢，第一副牌的朋友，在你们的这个能量当中宇宙说你的最后的逆袭，有关于你自己要找对这个方向，找到你心中的答案，找到你可能在寻找的一个解释。一旦你想清楚了，你的逆袭就成功了。如果你想不清楚，你没办法整理好自己的思绪，那么你有可能呢就会被无形的困在这里。所以说，第一副牌的朋友，一定有一些事情，可能当下呢对于你的一种想法，可能是有一点困惑的，或者是说有一些人有一些事情让你当下的内心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的平静。也许是觉得不公平，也许是觉得委屈，也许你不清楚为什么，也许你当下呢想去给过去的经历一个所谓的解释，才能够真正的释怀。而没有这个想法，没有这个远见，没有这个解释，可能你就没有办法去剪断。那么这个能量对于你来讲，可能就会变成一种枷锁。所以说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看到了2023年最后的逆袭这个能量呢跟你的想法有关。宇宙说你的逆袭在于你的一种觉醒，在于你的一种领悟。一旦你觉醒，一旦你领悟，你将逆袭成功，你将突破转型，快速的去迎接自己的一种盛开好，这张牌其实挺美的，有点像花仙子的能量来，我们把这个主牌先放一边。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第一副牌的朋友，这个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能量我们来看一下，会让你在年尾的时候就是你可以去逆袭，可以去用这最后的1-2个月的时间，2-3个月的时间，让自己有所突破。OK，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首先呢来连接一下关于你的能量吧。第一副牌的朋友一定是有一些事情让你的思想或者是你的想法，在2023年的年尾其实是值得改变和突破的。你可以让自己的思维意识，还有你的能量层级进入到一个不同的状态，不同的想法。这个能量呢听起来很玄，其实一点都不玄。因为我们的世界的显化都是从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心理变出来的。只有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内在发生了变化，我们才能够境随心转，把我们的世界，把我们的眼前的状态发生一个巨大的改变，从而呢，我们可以进入到自己真正喜欢、自己真正希望的一种生活状态里来。无论它代指的是你的工作、财富，还是你的感情，还是你对一些其他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理解吧，好不好？我们来看具体是什么。我们来连接第一副牌的朋友，来连接你的状态，连接你的能量信息。我们让宇宙给我们一个验证，感恩宇宙。第一副牌对，第一副牌的朋友来。好的，第一张牌是 The Fool。
这张牌讲的是愚人，然后是一个逆位的。你们有一个全新的旅程，第一副牌的朋友在等着你们去打开。我觉得你们现在的状态啊，就是被一个事情或者是被一个想法阻碍了，就犹如你现在站在了那个跳水台，或者是想要去跳那个水啊。我们知道有些地方很漂亮的啊，你可以去跳下去，下面是那个很美丽的清泉，对吧？那投下去以后呢，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爽，你就会觉得焕然新生。但现在呢，你刚刚想跳，结果却有一个绳子拉着你的左脚跳不下去。明明想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结果呢有一个东西绊住了你。所以现在呢，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的状态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是极想就极想就是非常想，对不对？极想进入到一个新的状态极想改变自己的一个，比方说环境，或者是极想让自己可以有所突破。你们现在根本就不想去，或者是不喜欢现在的某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可能是你的工作，可能是你的感情，也有可能是你现在的学业某些方面可能你现在在一个瓶颈期，最黑暗的地方，那么你想去改变，你想去突破，但是现在的时间、现在的条件，或者是你的一个想法，没有办法让你去突破，所以你可能会在原地打转。原地打转的方法可能是新的计划一出来还没有一下子，然后就变了。因为你又发现这个计划不行，这个方向不对，然后又是新的计划，然后新的计划出来以后，可能又觉得可能不太行，然后又要去改变，所以是在不断的调整，不断的我觉得是兜兜转转但是愚人牌的逆位在告诉我，你们离突破非常的近，你们的这个逆袭非常的近，你们现在就是在寻找突破口，寻找在哪个地方可以让自己去改变，可以让自己跳跃，可以去斩断这个牵绊自己左腿的绳子。可能有的时候你需要去改变计划，但这所有的改变都不是白费，每一次你都将更加清楚自己的初心，每一次你都将更加的清楚你的这种我们所谓的决心想去改变的决心。好，第二张牌，金币7的逆位，有一件事情你们投入很多，有一个对象你们投入很多，但是呢，当前你们已经看到了这个事情吧，已经到达了它的尾声，你的投入已经不可能让这个事情有所好转，或者是说我们在讲很多事情呢，我们可能都希望它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但不一定所有的事情都是完美的结局。我们可能会需要在一个赛道走到70%的时候就去改变赛道。为什么？并不是因为我们不能坚持到底，而是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如果走完全程100%，那个最后的结尾和结果并不是我们想要的。很多时候这个一段路一段路它的这个结尾处，我们不走上去，我们是不能真正看到最后是什么的。只有我们去开始，我们去尝试，走到70%-80%的时候，也许我们就能够大概90%的确认这条路究竟是对了还是错了。那么这张金币7的逆位呢，就是在讲当下，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这个逆袭跟突破，或者是你们现在的能量状态，其实是改变一个赛道。这个赛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之前的一个选择，你做了，你走了，你尝试了，但你现在看到的是最后的那个结果和自己原本期待是有差别的，甚至有一些朋友发现那不是自己想要的。所以与其一条路走到尾走到最后，不如现在就变，因为你们已经知道这个东西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意义不大意义不大。所以我看到就是当下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状态就是要去改变一个目标。原本的这条道路你肯定是有一个目标的，这个目标你现在看到的是它跟你想象的不同，它未必能够把你带到那种状态里来，或者是未必能够给予你心中期待的一种结果。所以你现在是要跳跃，改变方向改变计划，改变你一个新的，比方说订单，给宇宙的订单，那么你就需要去放下原来的一条路，因为这张金币其实逆位现在已经不能走了，
已经不能再走下去了，走下去也没有意义了。所以你在老的路和新的路之间的状态里面去，老的路还没有真正的切开，还没有真正的离开，而新的路当下可能还不是那么的清楚，或者是你还在尝试的过程当中，去找到那条下一条属于你的新的道路。好，最后一张牌，我们来连接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状态啊，当下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下。好，金币八。那么第一副牌的朋友啊，这个状态你呢，我们现在看到是它在指向你的学业或者是工作啊。这个金币八它说的是你的学业和工作。那么第一副牌的朋友，当前你们可能在想着啊，去比方说换一个公司啊，或者是说换一个职位，换一个领域，或者是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些其他的尝试。有些工作可能很多都需要去跟人打交道，有些工作很多可能是要去精准你的一门技能，还有一些工作呢，它是人与技能的综合体啊，都有一点的。所以当下我觉得很多朋友啊，你们现在的状态呢，在告诉我，应该是工作方面的事情，你们想去改变这条工作的道路，或者是学习的道路啊。我觉得你们看到的是，它未必能够带给你心中所理想的丰盛。又或者是这条道路你看到啊，你已经学不到新的东西了，你已经不能在原本的道路当中去增加你新的技能，或者是提升你个人的能力，所以你要去改变，你想去突破，你想去迎接新的挑战。而当下你的这个状态当中，我看到了啊，你其实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第一副牌的朋友，而且现在你的状态在告诉我，你正在人生的一个事业的高峰期。或者是你学业的一个巅峰的状态，就你现在这个状态啊，去打理你的学业和事业是极佳的。你现在有活力，有冲劲，对未来有远景。现在你不是一个我们所谓的稳定期，而是你在提升期，你在上升期，你在突破期。所以当下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状态在告诉我，你们现在非常希望自己能够更上一层楼。这既是你对2023年，我觉得是年底的结语，也是你对整个2024年啊，我觉得是全新的期待。我觉得你们非常想去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平台，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岗位，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领域，让自己可以再一次的去提升、突破，或者是让自己原本的那个技能啊，通过一种比方说新的公司、新的领导，或者是新的客户啊，来帮助自己进一步的去提升在某个领域当中你精湛的技能。你们对自己的要求很高，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我听到是你们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尤其是对自己，比方说工作能力、学习能力，以及你自己在做的这件事情，你的要求很高。你不希望自己只是一个平凡人和普通人，你希望自己至少在这一个地方，你是与众不同的。你是闪闪发光的明星。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吧。2023年你最后的逆袭啊，会在哪里有所逆袭呢？我们来看宇宙怎么说。我们来用一下 Making Magic 这个牌啊。好，宇宙告诉我们。2023你最后的逆袭，我们今天抽的是 Avon Three Rays of Light， 这张牌是三束光啊，这个是卡尔特文化当中的一个很神圣的符号。来我们看一下啊，其实这个符号当中它的左就是1、2、3三束光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小的符号。我记得其中一个能量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cauldron， 就是这个罐子啊，它是一个锤炼，就是我们在讲炼金术师嘛，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起啊，把元素集结。所以呢，它这个地方是有这种显化能力的啊。那么这三束光，我们看宇宙怎么说啊？它讲的是平衡阴阳，然后呢是平静，还有和谐。这张牌呢，其实我会觉得啊最后的逆袭啊，给人的感觉它的能量是很
很温暖的一种感觉，它不是那种巨大的行动啊。我感觉到2023年呢，对于第一副牌的朋友来讲啊，特别是在年尾最后的逆袭啊，你的逆袭的方面呢，我觉得是跟你的个人理想有关，跟你个人的成就，跟你个人的学业、事业、工作、财富积累啊，这些方面是有关联的。那你的逆袭这个方面在哪里啊？这个方面呢，宇宙在说啊，其实你如果想逆袭的话，在年尾的这个阶段，已经不适合你去，我们在讲大破大立啊，比方说投简历呀、换工作啊、换学校啊、换专业呀，宇宙说反而不是这样子的能量。我们抽到的是光，三束光，这边讲的是阴阳的平衡。那也就在讲啊，你现在呢到了2023年年尾的这个阶段，你的逆袭恐怕要到2024年啊，有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在等着你。那么2023年年尾的这个状态，你需要去蓄势待发，你要把自己的能量啊，从能量的层级啊做一个平衡、疗愈和调整。也许第一副牌的朋友啊，2023年你已经做了非常多的行动了，你已经做了很多的尝试。有些尝试呢，可能让你觉得非常的棒，有些尝试呢，可能让你觉得挫败，但是这一切都已经经历完了，这一切已经来到了一个节点。这个节点呢，宇宙希望你能够从内去找到你的一种光。我们这里正好出现了光，对不对？你要在心里找到自己的光，你要在2023年的结尾这个地方做一个总结。它现在宇宙给你的能量，并不是让你去再去做、再去尝试，而是说我们要把过去做得好的地方总结，哪里做得好，为什么做得好。我们要在2023年年尾的时候去总结2023年哪里失败了，为什么失败了，如何失败的。我们要在失败的过程当中呢，去找到这个经验和教训，并且要放在自己的心里。我们为了是预防以后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宇宙当前在告诉你啊，2023年可能遇到过一些纠结的事，遇到过一些让你无解的题目。可是呢，这个时候你要去找到内心的光，你要去领悟，你要去悟啊！第一副牌坊你要去悟。2023年年尾的时候呢，你要把你的远见做出来。我们刚才讲啊，我觉得2023年第一副牌朋友，你是在现在就是在一个道啊，有一条路你走了很多，2023年一路走过来，你走了70%，发现这个路不对，这个路不喜欢，这个路你不好啊，你觉得不好。那么现在呢，你又想去换啊，你又想去换，或者是说那个路你觉得已经走到极限了，没有办法再帮你去提升了，你就不想在这个地方待了，对不对？没有意义了，浪费时间了。那么这个时候你想换，可是在换之前，你要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想在哪方面变好，或者是希望自己接下来啊，在哪一个领域或者是某一个建树方面去提升自己的能力。我们都知道，成功它可能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名词，成功的后面代表着非常非常多的元素。那么当下呢，第一副牌的朋友，你要去想一想，你要的成功是什么样子？你要的成功当下，你的优点在哪里？你的不足在哪里？你的优点，你可以继续去，比方说发扬，你可以继续去让他们为你去发光发财。但是你的不足呢？你怎么样去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总结，把自己的不足找出来，并且查漏补缺？因为我们现在的能量是平衡阴阳，对不对？那么一定在你的能量当中可能有相互它并不是对立，而是不同的能量在你的身边，在你的周围，你要去做一个整合。宇宙说2023年你的逆袭在哪个方面呢？你的逆袭在你的思想。2023年整个一年下来，第一副牌的朋友，你做的多，你努力的多，你尝试的多，你钻研的多，但是你想的不够多。那么现在到年尾的这个时间你要去想，那个人究竟是值得的吗？这件事究竟现在你是想继续做下去，还是说你要一边做这个一边找新的？很多东西你要想了以后呢，你才能够出现一个新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呢，能够帮助你成功的转型，也能够帮助你去获得一个所谓明年更加庞大的全年的计划，去帮助你实现梦想，去帮助你继续攀登，去帮助你突破。
成为那个与众不同的明星，对不对？所以说，宇宙当下告诉你啊，2023年最后的逆袭，其实对于第一副牌的朋友来讲，我觉得并不是行动，并不是努力，而是要聪明的、有效率的让自己重新出发。那么这个重新出发应该是在未来，现在并不是重新出发的时间，现在是总结归纳的时间。现在呢也非常适合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我看到宇宙当下啊，就是要平衡和疗愈。你现在的能量里啊，第一副牌的朋友也许有一些能量啊，我现在看到就是说，可能对你已经没有什么帮助了，或者是说可能也没有办法再帮你继续去向前了。那么这样子的能量啊，你需要去斩断它。我们在讲啊，如果我们把每一个人比喻成一个背包客，我们去探险，我们去旅行，我们有的时候走的是山路，有的时候可能要去走雪路，有的时候可能要去在水里，对不对？那么每一段旅程，它都是不一样的装备。爬山有爬山的装备这个我们所谓走平原有走平原的装备，我们去走水路有走水路的装备。那第一副牌的朋友，现在你可能就是在这个转换里面，你要去看一看啊，接下来的路也许是从平原走到山路，那么你需要去改变什么样子的装备，你需要去调整什么样子的想法，现在你就要去做这个事情。因为一旦2024年开年以后啊，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会有非常多的行动机会呈现在你的面前，那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再去想了，也不能再去等了，你就要出发了。而现在呢，就是去整装待发，把不需要的装备做一个整理，把接下来需要的东西呢去做一个补足充电，对不对？所以宇宙你看给出的第一张牌就是三束光嘛，要去平衡阴阳的能量，去找到这个平静和和谐。过去的生活当中，什么样子的能量让你觉得不安、焦虑不喜欢？那么现在呢，就要去释放掉。而当下2023年最后的突破和逆袭，对于你来讲是找到内心的平静。什么样子的人内心可以平静？就是对自己的过去、当下和未来都非常清楚明了，并且坚信的人。内心有信仰，并且已经把疗愈做好，而且对当下自己该做什么、不需要做什么都能够很清楚、很明了的人。那么未来一旦降临这个机会，我感觉到这个第一副牌的朋友未来的这个机会会非常好，而且会降临在你面前。那么你只需要去往前跑、往前冲就可以了，好不好？这里是我们的第一张牌，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牌。第二张牌，我们来看这个牌换一个，看一下第一副牌的朋友，2023年最后的逆袭我们来看宇宙怎么说。然后宇宙告诉我们，选择到第一组黄色数字7的朋友来，2023年最后的逆袭，我们抽到的是花蜜 The Nectar。 好，这张牌我听到是萃取挺有意思的这个是找到这个核心和萃取花蜜的能量。花蜜的能量呢，其实也是非常有营养的花蜜的能量甚至可以是一种食物，我们可以吃花蜜的当下这个花蜜的能量出现呢，我感觉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其实你们的逆袭你们要去奖励自己。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2023年你们应该是非常勤奋、非常努力的，而且也蛮辛苦的。那么当下的这个逆袭对于你来讲，就是让自己去重新的感受成功它的快乐在哪里，它带给你的感受是什么。比方讲2023年第一组牌的朋友，什么事情你们做得很好，你们通过什么样子的努力让自己争取到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机会，你有没有在2023年的时候去为自己庆祝，你有没有在2023年的时候去表扬你自己做得好、做得棒？你有没有在2023年的时候对于生活里呈现在你面前的，无论是贵人也好、机遇也好，去做了这个感恩呢？2023年最后的逆袭，宇宙说哪里逆袭？你要去放大成功对你的一种感受。只有成功的这种感觉在你的面前得到一种呈现和放大，你将在你的记忆、
潜意识啊，更加明确的是成功对于你来讲它的重要性，你对成功的渴望和喜欢。也许2023年有一部分的朋友得到过老板对你的表扬，得到过同事对你的认可，得到过团队对你的欣赏。那么在这样子能量当中，你还是否记得别人的那个眼神，别人的那个掌声，别人给你的那个奖状和证书呢？2023年当下的这个时候啊，你的逆袭在于说，让自己更加，我觉得是直接的去感受这个花蜜的甜蜜，去感受你当下已经拥有的美好，而不是去强加的去争取那个新的还未来的未来。2023年最后的逆袭啊，希望第一副牌的朋友去好好的感受，好好的去享受吧这个美好的时光。我觉得你的逆袭啊，对于第一副牌的朋友来讲，你的逆袭就是不在当下，说简单一点，你的逆袭在未来。如果想要在未来逆袭成功的话，现在就是要去让自己记住成功的快感，让自己去记住这个成功的这个里程碑，给自己画出这个里程碑。那么这样子的一种仪式感，这样子的一种美好的感觉，甜蜜的感觉，能够让你未来，我觉得是走得更远，走得更高这个是花蜜。好的，所以现在是萃取是总结，是感受，是感悟，是回馈，是感恩，这样子的一个时间段，对不对？好，我们讲到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你的未来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讲到这里呢，会不会你会对你的未来充满期待呢？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个逆袭，虽然说我们今天的时间节点是2023，但是呢，第一组牌的朋友，你的逆袭可能在2024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先来展望一下关于这个逆袭究竟会在哪些方面。我们来看宇宙怎么说感恩宇宙，让我们可以去期待这个美好的降临。好，第一张牌呢是土元素2，或者是秋季2，第二个呢是夏季3这个逆袭会在哪里好，那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的逆袭呢会有2个不同的方面。我们首先来讲有关于我们刚才所描述的这个能量是连接在一起的。关于你的逆袭呢，第一个方面在于机会和机遇。这个机会和机遇呢，同样的是在你的工作学业当中。我看到在你的逆袭过程当中，你会遇到多个机会和多个 offer， 甚至是多个选项。在你的逆袭这个条道路当中呢，你会遇到新的机会，并且这些新的机会呢是需要你去选择的。在这些新的机会当中你会看到的是自己拥有选项，自己拥有选择权利，而你呢需要在这些机会和选项当中找到自己真正中意的，自己真正喜欢的，自己真正我觉得是想去为它付出的一条道路。那么当这些机遇我觉得是多个机会降临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非常的开心，因为机会降临本身对于你来讲可能就是一种鼓励，就是一种认可吧。那么等到2024年降临你的这个逆袭当中，我看到很多朋友，你的能量会更加的集中，你会把自己的生活照顾得非常的好。那么这个能量呢，是跟你当下的能量相关联的。现在你的能量当中，你会去平衡更多的阴阳，你会去找到内心的一种平和，还有宁静。而这样子的能量呢，能够帮助你当新年到来你会把自己的工作，我觉得是工作生活之间就是平衡的很好。你会去找到你生活当中的重点，你会看到你工作当中什么事情最重要，需要第一个做，什么事情可能没有那么重要，可以接下来再去做。当你可以很好的去把握自己的时间，找出这个先后顺序的以后呢，你就会觉得生活会变得比较的有规律有规律，并且会觉得自己可以掌控，有组织性。那么在新的这个突破当中，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会看到自己的天分被发挥出来了。也许这个能量对于你来讲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能够把自己的强项，把自己的专长发挥在正确的地方。
因为只有这样子啊，就像我们说那个螺丝钉要放在就是正确的那个洞里面去，那么这个螺丝钉呢就可以转得很紧，就可以发挥出它极大的一个力量。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就像是这个螺丝钉，你们要去找到适合你的那一个螺帽，要找到适合你的那个零部件的那个地方，而你们就正好到那个位置去，把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的才华，把自己的一种能力啊，我觉得是展现出来。那么这样子不仅仅你会得到别人最大的认可，同时你也会对自己的能力啊，我觉得是有一个最好的评估，你就会自信，你就会更加的有勇气吧，去进一步的让自己接受新的挑战啊。这个是土元素2，跟你的工作、跟你的学业是有关系的。那么第二个能量啊，在你的这个突破和逆袭当中，也有一段跟感情有关的能量。这个能量呢，在于说你需要去放下一些感情，你需要去放下一些真正的，可能没有办法在未来的道路当中去支持你、去陪伴你的人。我看到有一部分朋友啊，其实在你的感情这条道路当中呢，你要去寻找一段有意义的情感生活。一段能够真正去滋养你、去满足你的一个关系。那么在2023年啊，我们看到这个最后的逆袭里面，我们看到的是疗愈，我们也看到了所谓的斩断啊。那么在你的新的我们所谓的逆袭道路当中呢，宇宙会让你走向一条更加有光明、更加有希望的路。这个道路当中呢，它存在着断舍离，它存在着离开过去以及迈向未来的能量。也许呢，当下在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生活当中，尤其是感情生活里，你需要去原谅一个人，你需要去放下一个人对你的牵绊、对你的影响。如果这个人跟你是感情关系的话，也许你需要去原谅他的不完美，你也需要去放下这个人过去的一段时间给你的伤害，因为只有是原谅了，你才能够去往前走。又或者是说，这个人他并不是不好，而是说，在你们的关系当中，你们要更加多的去练习，怎么样去看到这个关系里的核心，怎么样去更加的感恩彼此的付出，而不是去看向彼此的不足，以及彼此可能在关系当中可能呈现出来的不完美。很多事情都是两面性的，我们要怎么去看，决定着我们的眼光，也决定着我们的态度，也决定着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是幸福还是不幸福。那么我们看到第二张牌啊，这个夏季元素8，宇宙在讲，在你的逆袭道路当中，你会更加看到的是你们关系里的意义，或者是找到一段有关系的感情。那如果这个人他跟你是家人关系的话，是友谊关系的话，那么宇宙在这里呢，就是在告诉你，你会在这个逆袭道路当中看到的是这段关系里的营养，这段关系里的花蜜、核心和本质，而把那些表面上的摩擦，把那些表面上的不愉快、表面上的不和谐，全部都中和并且疗愈好，对吧？平衡阴阳的能量啊，很多事情都没有完美的啊。这个我们在讲牙齿和嘴唇都会打架，都是我们自己的呢，都有可能会发生矛盾和摩擦，更何况是两个人，对吧？无论这个我们跟对方是什么样子的关系啊，宇宙在讲你要去感受得到啊。也就是说，要去重新给你们的关系注入能量，要重新让这段关系可以去发展，让重新不要把过去的能量去影响你们关系的未来发展。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发生的已经发生了，泼出去的水呢也不可能再流回来了。所以我们要去放下，我们要去看破，我们要去描述新的远方。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有选择的去做出人生重大的改变。那么你看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改变其实是很综合的，对不对？有自己的改变，也有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改变，情感关系的一种升级。好，那我们最后呢来看一下宇宙当下对第一副牌的朋友对你们的祝福，对你们的指引，以及对你们的一个建议。我们来看一下宇宙会怎么说啊？感恩宇宙。宇宙有什么样子的话语想对你讲呢？第一张牌是
希望你能够臣服于宇宙的一个神圣的时刻。那么这张牌呢，跟我们今天所有连接的能量是全部对应得到的。也就是说，宇宙当下想要对第一组牌的朋友来讲，你的时刻不在2023年的年尾，你的时刻在2024年的开年。当下呢，请你去臣服宇宙的时间。也就是说，有些事情啊，也许你当下很急，也许当下你就想发生，也许当下你就想行动，但是宇宙在讲天时、地利、人和。当下如果没有发生，它就有没有发生的原因跟理由，而这个原因跟理由你当下可能并不清楚，但是这个原因跟理由其实是为你好的。宇宙说，如果现在你心里的目标如果没有以你以为的速度显化出来的话，那么现在呢，请你保有耐心，并且相信宇宙的一个流转。宇宙说，一切都会到来的，你的机会会来的，你的时机会来的，一切都会好转的。那么当下有当下的能量，当下有当下的美好，请你去感受当下好好的把握当下这个不那么快速的时机，让自己去感恩，建立信仰，让自己可以去计划远方，这样才是最好的。好，关于宇宙给你的一个逆袭成功的一个建议我们来看第二张牌，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张牌。我们今天抽2张牌给这个第一组牌的朋友做一个能量的指引。我们来看宇宙有什么话想对你讲。宇宙说，当下请你去好好的深呼吸，通过每一口呼吸去感受到你生命的力量。呼吸能够提醒我们是活着的，呼吸能够带给我们生命我们需要的营养以及我们需要的生命力。呼吸本身就是生命的脉搏，通过每一次的呼吸吐气，把不需要的浊气带出自己的身体，把需要的氧气带入自己的身体，让我们通过呼吸的频率，通过呼吸的力量，让我们每一天都在不断的去转型，不断的去重生，不断的焕然新生，让宇宙的能量呢能够注入到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呢可以随着我们的呼吸去疗愈，去感恩，去把握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珍惜时间，相信宇宙为你带来的神圣时刻。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今天呢为大家所连接2023年最后的逆袭和突破，哪里的逆袭以及逆袭成功的关键那么希望今天的这一期占卜呢能够去给第一组牌的朋友有所指引，祝福你可以把握好年底的时间，去迎接未来的逆袭还有突破成功。那我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个橄榄绿数字9。好，放这里。那第2副牌的朋友，今天呢我帮你们提前抽到的牌卡是你面前的这一个橡木，它代表的是老爷爷或者是外公爷爷的能量这张牌的能量呢是至刚至强，所以呢就是稳定生生不息。在面对外界的变动的时候呢，不仅仅自己可以屹立不倒，同时还可以作为稳定的能量帮助众多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住所，或者是我们常讲避难的地方。那第2副牌的朋友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是有关于2023年年尾你的逆袭、你的突破，以及呢我们在这个辞旧迎新的这个阶段你的年尾讯息。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是橡木，第2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能量应该是在稳定当中去前行，在稳定当中去突破。当你们想去做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们就要记住越稳越好。一旦你下定决心就把这条路走到底，那么你们的成功就会随着你们的坚定而被坚决的显化出来。今天我们的这个项目的能量，它讲的是不仅仅是向内看，而且我们要往深里看。我们要看到的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住着一个灵魂，这个灵魂代表着我们自己，
这个灵魂充满着无限的可能，这个灵魂知道所有的天上和地下。那么这个能量是在说什么啊？就是在讲，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想说，我有一个问题，我想去寻求一个解答，我想去询问别人。那宇宙当下呢，想告诉你的是啊，你会是当前自己最好的老师。如果当下第二副牌的朋友，你有什么疑问的话，你对未来有什么不解的话，当下宇宙希望你能够懂得，就是你其实什么都知道，你其实什么都懂，你只需要静静的让自己闭上眼睛，自然而然的你就会看到你心里真实的方向。那么这张牌呢，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啊，其实你们的能量给我的感觉是生生不息，有很强的生命之力。不仅仅你们的生命之力强大到可以去支撑自己，你们的生命之力啊，也可以去强大到可以去帮助别人，影响他人。这种影响和帮助，很多时候并不是刻意，而是默默的、隐隐的，就如同你自己的成功，你给自己带来的光环，最后呢，通过你存在的一种能量啊，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只是存在，周围的人呢就会被你影响，周围的人呢就会受你的鼓励。所以说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啊，2023年最后的逆袭，这个逆袭呢在于你自己能否坚定。很多事情啊，它成败与否，这个结果看起来好像是有一个时间的节点，但是事实上这个最后的结论在于我们说什么时候放弃，什么时候坚决坚持下去。可能从一个时间节点来看，好像没有那么好，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节点拉长的话，可能你会发现一切都不算什么啊！如果把时间节点拉得够长的话，你可能会发现，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最终的那一个闪耀，那个光辉。所以说，第二副牌的朋友啊，我觉得在年底你的突破，还有你的逆袭当中，应该是在你本来的道路当中去寻找，而不是去转弯，也不是改变赛道，而是坚强的、坚决的、坚持的走下去。好，那我们把这个主牌能量先放一边啊，这个牌的能量非常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能量连接。首先呢，来为第二副牌的朋友抽取3张塔罗牌，我们来连接一下你的能量和信息，作为我们今天能量的验证。我们来看一下，听一下第二副牌的朋友来自你们的能量。我觉得这里可能会是来自你们的心声，来自你们的疑问，或者是来自你们的一个想法，我们来听听看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副牌的朋友来自你们的一个能量的验证。感恩宇宙。好，金币2的逆位。这张牌呢，在告诉我，选择到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当下有一点崩溃，有一点忙疯了的感觉，因为金币2的逆位在告诉我，现在的生活对于你来讲，没有心思，没有时间去玩乐，去开玩笑，去谈笑风生。也许对于你们的生活来讲，你喜欢有幽默的、有诙谐的过日子，去享受生活本身能够提供你的一种享受美好，无论是从视觉上、味觉上、听觉上交流当中。但是当下呢，可能是因为太忙了，可能是因为压力有点大，可能是有很多人当下对你就有很多的要求，可能是你自己在安排生活的当下有很多的 deadline 就是说要交作业了要考试了，项目即将完成了，最后的那一点点事情或者是最后在赶稿子最后在这个时间节点之下要把这个事情给做完了，压力比较的大，事情比较的多，而且还比较的杂乱无章这个是我听到第一张能量金币2的逆位。所以现在对于你来讲，可能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明明是在年尾可能很多周围的环境也是在邀请你想出去玩，想出去闹，想出去跟那些你看到的人一起出去，或者是参加他们的活动，但是目前你的生活状态里可能不允许你做这些事情自己的事情、家人的事情、朋友的事情老板的事情，很多很多环绕在你的周围。
所以有一点应接不暇啊，有一点应接不暇。OK， 第二张牌我们看到的是圣杯4的一个逆位。这张牌在告诉我，现在有一部分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在接受着原本你看不上的东西啊。这个能量我听到就是说，可能之前有些人啊向你示好，可能他们需要去，比方说，寻求你的帮忙，那他们就会对你很好。比方说，哎，你需不需要我帮你做这个？你需不需要我帮你做那个？那你之前可能就是拒绝啊，觉得哎，我不用，我不需要你啦，或者是我自己能搞定啦。那当下的圣杯4在告诉我，因为第二副牌的朋友，你的能量在告诉我，你应接不暇啊，很乱。那现在是有谁就用。这边有一部分朋友，可能你们的职位比较的高啊，可能是中高，那就会有一些，比方讲学弟哈，或者是说学妹啊，或者是想进入你团队的人哦，这些人可能不一定在这个资质上面，得到你最佳的认可，不一定他们是完全 qualify， 但是呢，现在你不得不用啊，冒着风险也要用，现在就是人手不足啊，有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老公有些事情做得不好，做饭做得不好吃容易在家里这个弄得很乱很脏，厨房弄得很脏，也不让他做。但是现在呢太忙了，那么老公做饭，厨房再乱也没有关系，只要有吃的就可以啊，至少让这个生活可以去我们所谓的转动起来。来，第3张牌我们看到是金币5，哇，金币5的正位就是在讲，其实你的周围有比你想象多得多的援助你的现在的周围的环境的能量比你想象的要好很多。但是当下有一部分的朋友，第2组的你把自己关起来。我觉得当下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可能是一群比较掌控的人尤其是在生活当中，我觉得你们是那种给人的感觉很像责任心很强的大家长。OK， 无论是在工作里也是那种大家长，在家里也是大家长。你希望把你的周围的人、周围的事情，就是安排得很好你喜欢安排，你喜欢 organize， 但是当下呢，在年底的关头，太多事情，你一个人去做，非常非常的繁琐非常的压力大。你已经尽力了你已经尽力了。当下其实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已经在用一些平常你可能瞧不上的资源动用了你的这些人脉资源、资金所有的事情都开始张罗起来，但是还是会觉得说没有到达你理想的状态。其实我会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有那种大 boss 的能量比方说喜欢掌控一切这个掌控一切呢，是说有些事情尽管最后的那个结果是那样，但是你们可能对于细节，对于怎么做出来的都是很在乎的。从过程到结尾，你们都是很关注的，你们追求的是完美精致生活。那么当下呢，我看到你们可能对于当下自己的状态有一点点就是说不是那么的满意因为我看到这个小熊猫，它明明身后有一片绿色的竹林，可以让它有饱餐一顿的可以让它开心的快活的在那里玩，但是它却把自己关在一个笼子里面在郁闷着。其实它只要去回头就能看到外面的风景，其实很好的。 OK， 那么当下呢，有一部分朋友会觉得人力不足、资源不足、时间不够用。但是呢，如果你们去换一个角度的话现在我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要换一个角度，并且把当下的这种忙碌和这种比较乱、杂乱无章的一种生活状态把它给换一个角度。比方说帮你的人是一个应届生，或者是一个实习者，那作为这个领导人，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人的当下的能力可能不足以把某件事情做得很好。但是呢，由于你人力不足、人手不足，你自己又太忙了，你不得不去接受这个人的帮助，你不得不去邀请这个人进入你的团队。那么这个人由于他经验不足，他做出来的事情肯定没有办法马上立刻到达你的那种要求，对吧？但是呢，你要换一个角度，与其去想他做的不好，他做的不对，不如去想在这么忙碌的时候，居然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可以帮到自己，这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
如果没有他，可能你要少睡2个小时的觉；如果没有他，可能孩子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吃上饱饭。尽管这个人可能把厨房弄得很乱，把厨房弄得很脏，对不对？我们换一个角度啊，换一个角度，也许现在跟你一起做这个作业的这个团队成员不是你理想的组队的队员，但是你想，因为有了他，至少有一部分的工作可以由他做第1步、第2步、第3步，由你和其他的队员来把它完整，或者是把它给修改，最后是一个完美的整体。不要去想这个人的不好，这个人的不足，当下资源的不够好，不够这个质量，而是去想现在我能拥有这些很好，很不错，把自己呢调整到一个更加我觉得是安心、放心、相信的状态里来去突破，像这个橡树一样，做一个老爷爷一样啊。老爷爷是很有智慧的，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对于很多事情我们可能都会惊讶，我们都会非常的震动啊，什么事情一来可能就哇怎么会这样。等到有一天我们活到80岁、90岁的那一天，也许无论世界发生多么大的变动，我们都会稳如泰山，像老爷爷一样处事不惊。所以说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在告诉我啊，关于年底的这个逆袭和突破，你们需要处事不惊啊，你们需要遇到乱的事情的时候呢，也不要去慌乱，而是去看向有什么样子的帮助，有什么样子的资源可以来解决目前的问题。而当你把角度啊，看事情的角度转换了以后呢，你会发现其实什么事都不是事，你的生活是那么的安定祥和还有美好。你的我们所谓的比方说你邀请你的老公去做饭，邀请这个新的队员去加入，邀请这个新的实习生啊，或者是这个看起来资质不是很好的队员加入你的团队，这些一切的事情啊，你把它当做一种为他人着想，给他们机会，你将成为别人的大树，这是一件很有功德的事情，不是吗？所以说我觉得当下第2副牌的朋友啊，在年底这个关头，你们要稳定，拿出这种阳刚和智慧，有阅历的，有心胸的，慷慨的这样子的一份力量啊，来帮助自己，同时也可以帮助他人，这是一件双赢的事情，这是一个好事情，对吧？好，我们看到这里啊，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能量的连接。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今天的主题，2023年最后的逆袭和突破究竟会在哪个方面？我们来听宇宙告诉我们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为大家抽到什么呢？哇，真的是啊，这个能量是 Abracadabra， 就是我们在讲那个魔咒变就那个能量然后这个魔术的能量呢，还多了一个翅膀魔术的能量还多了一个翅膀，那么就代表着这个魔法将会变得更加的快速，显化的更加的快速。那么这边的解释是非常棒的好运以及机会当下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的年底这个逆袭，它带有好运，它带有机遇带有好运，带有机遇。我感觉到你们的逆袭还有你们的突破它不仅仅是让你们当下我觉得是一个问题得到一个解决，同时呢，当你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在这个过程当中遇见新人，遇见惊喜，遇见机会和机遇我这边看到是你将迎接的这个人，你将接纳的这个人，你帮了他，他帮了你，同时这个人还为你带来了新的资源，新的主意，新的想法，或者是新的一条解决问题的道路。这个人甚至还会有一种温暖的疗愈的力量，把你带出你目前可能觉得的黑暗。这个黑暗并不是真的黑暗，是你觉得的黑暗。所以这个人呢，某种程度上他其实也救了你
啊，我感觉到这个人也救了你，他让你看到的是生命当中的奇迹，让你看到的是生命当中有的时候那种很奇妙的偶遇、相遇以及邂逅。这个邂逅啊，它不是说两个人的相遇而已，这个邂逅有的时候是两个灵魂在对于一件事情上产生的一种默契、火花。人与人之间的相识，很多时候并不是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你在哪里工作啊，你的家人是谁谁谁，你住哪条街。人与人的相识，真正的相识是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人的思想，这个人的思路，这个人的情绪，这个人的表达。而在那一刻那一瞬，当这个能量啊产生了这个碰撞以后，我们才是真正的了解这个人的本质，这个人究竟是谁，这个人的人品好吗？这个人的潜力在哪里？这个人跟我们之间哪些地方是非常合的，对不对？真正认识一个人，很多时候是通过一件事情、一个矛盾、一个冲突、一个困难，他如何解决啊？这些能量是最能够让我们去了解一个人核心本质的机会。所以当前啊，第二副牌的朋友，那么年底你的逆袭和突破啊，你的逆袭将会像变魔术一般，带着翅膀，非常快速的啊，从一个看起来觉得黑暗的地方变成好运，变成机会。当前你所面对的啊，一个不是特别让你放心的能量啊，它会在这个地方隐藏一个好运，隐藏一个机会。是由于这件事情，由于这个比方说混乱引发出来的魔法，引发出来的好运，引发出来的机会。所以当前第二副牌的朋友啊，如果你生活当中有任何的事情，你觉得现在来看的话有一点不好解决，有一点像是遇到了困难，有一点好像遇到了阻碍，那么请你记住，这个能量它一瞬即逝，这个能量当中啊，它带有魔法，它带有奇迹。你换一个角度，你换一个思路，也许马上就能看到这件事情里面它隐藏的契机，它隐藏的祝福，以及它隐藏的，我觉得是对你的一个提携。好，这个是魔咒啊。我们今天第二副牌你们抽到的是魔咒，而且是带翅膀的魔咒。那我们现在呢，就继续来看一下这个能量究竟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问宇宙啊，宇宙，请你告诉我们，那么第二副牌的朋友，2023年最后的逆袭啊，这个年末讯息，这个突破究竟是什么？感恩宇宙。好，我们看到是一把宝剑。第二次牌的朋友，我们看到是宝剑啊，宝剑是一个工具，宝剑是一个能量的加持。当我们拥有了这个工具以后，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工具去达成我们的目标，去实现我们的心愿，去看破迷障我们的一个迷雾。因为剑能够去扫清障碍啊，剑能够扫清障碍。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年底的这个逆袭和突破，是宇宙会带给你一个强大的助攻。你们有一个好运，你们有一个机会，你们将看清楚一个你过去看不清楚的、没有看清楚的一个能量。我感觉到第二副牌的朋友，这个能量是跟一个人有关，跟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呢，你曾经觉得在生活当中他是你的小拖累，他是一个不可用的人，他是一个你不信任的人，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人不符合你的要求。但是呢，在年底的时候，我觉得是出于生活的一些条件的限制啊，看起来是条件的限制，实则它是一个打开能量的钥匙。你将看到的是这个人他真正的潜力，你将看到这个人跟你真正的缘分，你将通过一件事情、一个契机，看到这个人真正我们所谓的能力，以及他未来可用的地方。如果这个人是在工作当中的话，那么这个人将成为你未来的团队，他将成为一个非常忠实你的一个粉丝，或者是你的一个左膀右臂的一个人。如果这个人是在生活当中，你会看到的是这个人是你强大的队友，他能够帮助你去
跟你一起吧，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或者是一起去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难处。这一次他帮了你啊，我看到是这个人，他这一次他帮了你，因为他帮了你，你才发现这个人其实是非常有能力的，这个人其实是非常有潜力的。只是说原来可能你被他其他的一些能量啊所没有看到这个人的闪光点。我们在讲啊，每一个人都有闪光点的，天生我材必有用。第二副牌的朋友，你要想啊，有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不是完美的，再优秀的人，再厉害的人都有他薄弱的地方，都有他不足的以及不够完美的地方。那么再一般再普通的人，他都有他可以就是说发光的一个契机，只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有些人呢他找到了这个契机，有些人他没有找到这个契机。第二副牌的朋友啊，年底你的这一次逆袭啊，将会是你跟某一个人关系的和解，是你跟某一个人关系的提升，是你跟某一个人关系的真正的建立。你将看到这个人啊，他真正的意义，他真正重大的在你生命当中的一个意义之所在。这一次你被他帮忙了啊，就是你被他救了，或者是你得到了他的帮助。这一次呢，你还真正的看清楚了这个人跟你之间啊这种缘分，你们两个人其实是相互依赖共存的关系。所以我在这边感觉到啊，这个魔法就是那样子一瞬间，让你看这个人的眼光一下子就变了，让你看这个人的那种想法啊一下子就变了。大家想一想，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个人的评价啊，无论是喜欢还是讨厌，可能也就是那一瞬间。一旦我们对某个人的这种评价定下来以后，它是很难改的。有的时候我们被别人讨厌，被别人喜欢，也是因为那一个第一印象或者是第几次印象而决定的。那么当前呢，我会觉得这个年底的逆袭和你的突破，跟这个人跟你之间的一个印象有关。这个人曾经对你是比较主动的，他对你是献殷勤的，或者是这个人有求于你，但是你之前可能比较的冷漠，或者是不曾真正的接纳这个人。年底的时候，你将看到这个人啊值得啊，我看到是第二个牌朋友，你将看到这个人值得，你将看到这个人啊，你给了他这一次机会是完全正确的，而你们的关系将从这一刻开始建立起来。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能量啊？这个所谓的逆袭和突破，我们来看一下。好，你就告诉我选择到，哇，好 ，unity，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联合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这张牌呢，也是我们传统塔罗里面的大主教的能量啊。这个人呢，如果是在当然这个要对应了啊，每一个朋友他现在你的这个生活状态不同，所以我们来对应一下。第一个能量，如果这个人跟你之间 ，OK， 如果这个人跟你之间是有感情，就是说男女之情的话，这个人跟你之间的缘分比你想象的要深得多。你们两个人有可能是婚姻关系，只是说这个婚姻关系的确立、感情的提升需要一个契机，去看懂这个人在你生命当中的意义，以及你们两个人通过这一次的遇事，通过这一次的相处，你们将看到的是两个人真的非常合适走入婚姻。走入婚姻，谈一段感情，有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概念。走入婚姻带有更多的一种团结协作吧，但这个大家自己去理解了。如果你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人的话，当你经历这件事情，你就会明白。那么第二个能量在于什么呢？在于工作当中你跟某一个人的关系，你们将通过年底的这一次事件建立起美好的师生关系。也许你是老师，他是学生，也许你是学生，他是老师，也许你们两个人是相互共同的组队，相互共同的去完成接下来的项目，接下来的挑战。那么这个能量和契机在哪里呢？在于说，原来你不认可的人，这一次得到了你的认可；原来你不看好的人，这一次你看好他。在团队的合作里面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人与人之间的认同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如果我们接纳一个我们不喜欢的队员，可能作为领导，作为这个
团队的领袖啊，也会觉得不太好去所谓的一起做成一件事情。那么团队当中，如果你是一个队员的话，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被完全的接纳，不给予正确的机会的话，你可能也会觉得自己委屈、怀才不遇。那么当前我们出现了5号牌 Unity， 它在于说这个团队，无论是你作为老师，还是你作为学生，你都能够感觉到被深深的接纳，被深深的接受。你将完全的融入这个团队，融入这个大家庭，融入这个组织。你将看到的是，同样是一起做事，感觉不一样了。因为2个人的心啊，团队的心啊，是心心相印的，大家是相互理解、相互认同的。那么在同样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心情、你的这种语言的表达，以及你心里的这种顺畅的感觉啊，都会让你觉得非常的舒服。那么这个人啊，我们再看这个人啊，如果这个人向你提出任何的意见的时候，你也会更加容易的去采纳和聆听。所以我看到啊，这个 Unity 的这张牌呢，就是大家在一起，关系缓和了，关系好转了，并且建立了新的关系。采用新的方法，对吧？去做事情，采用新的方法去一起团结协作，采用新的方法连接在一起，相互的学习。所以这一次你们其实是建立起了自己的朋友圈，就是这个人际关系啊，建立了一个新的网络，建立了一个新的，比方说友谊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连接会对大家非常的有利。这个是你年底逆袭的一个关键。有的时候啊，遇到一个好的朋友，遇到一个好的同事，遇到一个好的同学、老师，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啊！希望大家可以去珍惜。好，第2张牌，秋季元素7，土元素很多。我们第2路牌的朋友啊，你们的土元素很多，金牛座啊，土元素金牛座啊。好，然后我们看第2张牌，土元素7，这张牌是在讲啊，关于你的这一次逆袭和突破，你要有耐心一点，有耐心的去坚持住，有耐心的去接纳这个人，有耐心的去，我觉得是过渡到一个新的团队、新的团结体。如果当生活当中真的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你觉得无助的时候，不要一个人硬扛。宇宙当下呢，在告诉第2路牌的朋友，你的这一次突破和逆袭，就是去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团队，属于自己的队友。并且呢，我看到很多朋友啊，就是说通过你接纳这个人，你会发现你轻松很多啊，这个是神队友啊，你会轻松很多。有些事情不用你再去着急了。有的时候一个人的力量其实挺大的，他带来的是他的力量，他还带来了他的资源。那么这个人的加入，这个人真正加入你的这个所谓的生活圈啊，你会觉得自己得到了一个厉害的帮手，生活于是对于你来讲就轻松了，就快乐了很多。本来想出去玩但是玩不了的你，终于可以放下来，可以放轻松，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更多的好心情去享受生活的美好，去享受这个年底的庆祝，去看向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以及未来即将遇到的突破，还有逆袭。那么这张牌的出现也在于说，当你承认这个人、接纳这个人了以后呢，你会有时间去计划你的下一步。第2路牌的朋友，这个能量尤其要对应的是，如果你想去在工作当中啊，我们所谓的成为一个更好的领导者，或者是说从一个人做事变成组建团队，你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你一个人的力量也是有限的。那么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这个精力当中，当你能够去识别这个人才，增加更多的这种队员啊，使自己成为别人的依靠的时候啊，你将获得更多的机会。同时呢，你在接纳别人、教别人的同时和过程当中，其实你已经在投资于你自己了。所以说感觉到啊，第2路牌的朋友，如果你有公司，你有工作室，你有团队，或者是你即将进入到一个从个人工作到这个团队协作的状态的话，你会看到是年底是个关键的时期。
你将收获一个好的队友，你将收获一个好的员工，你将收获一个好的合作伙伴。你对他的投入，你对他的投资将会是最有利的，最好的一个我们所谓的收获吧。而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这个小孩子他的身后也有蝴蝶嘛，它说明这一次的组队成功将会是一次巨大的转型，对于你的生活来讲是巨大的转型。我们看你们抽到的这个逆袭是魔法，是魔咒，长着翅膀的魔咒，意思就是说这一次的转型将会是魔法一般的，出乎你预料之外的好运还有机会非常棒的能量这个是第二副牌的朋友。好，我们最后呢来看一下宇宙当下对于这个年底的一个逆袭还有你的一个突破有什么样子的具体指引想要给你呢？我们来帮助第二副牌的朋友成功逆袭，成功的突破去迎接这个魔咒，去迎接这个魔法的显现还有显化。嗨，第一张牌宇宙说请你不要那么的固执年底了年关了第二副牌的朋友，宇宙说不要那么固执你一定要放下自己的固执。有些事情不要那么的死板，不要那么的坚持。这件事情呢，既对于你自己，也对于你对另外一个人如果当下真的是有困难，不要死撑，不要硬扛，接受这个人的帮助，哪怕这个帮助你现在看起来可能并没有那么的好，可是你不用，你怎么知道这个人不行？你不用，你怎么知道这个人不合你的口味呢？宇宙说，请你放下这个门槛，放下这个心防，让自己勇敢的、大方的、慷慨的去接受这个人，去接受这个人的帮忙，同时呢，也接受自己当下是需要这个人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扛着的就是说不愿意放弃的，可能是那一份坚持，不想承认自己需要别人，不想承认自己一个人不行，不想承认自己 OK 是不完美的。但是有的时候只有当我们真正去接受一个不完美的自己的时候，这才是我们所谓内心的强大，这才是一种真正跟宇宙交流的方式。我们每一个人不仅仅要强大，我们还要去永远保持一颗敬畏的心，一颗谦虚的心，一颗慷慨的心，一颗善良的心。我们不仅仅要跟这个周围的朋友好好的交流，我们也要跟宇宙做一个好的沟通。我们要勇敢的向宇宙提出帮助，提出诉求，告诉他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希望得到什么。我们不是一个单独的独立的个体，而是我们跟周围的环境一起在作用，一起在连接。我们要爱自己，我们也要爱他人。当我们接纳这个不成熟或者是不完美的自己，也许我们也能够对别人有更多的包容之心。所以我们今天第二副牌的朋友，宇宙给你的年关指引第一个能量是不要那么的固执，该放下的时候就放下，该改变的时候就改变，对自己有利的可以帮到自己。好，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张牌年关最后的逆袭和突破，宇宙给你的最后一个能量是什么呢？最后的一个建议又是什么呢？感恩宇宙。这张牌是父亲的爱这是一个父爱。这张牌呢，我听到第一个能量就是应该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作为父亲，我们看这个项目，它是爷爷的爱，对不对？爷爷的能量它是一个阳性能量。我觉得当下第二副牌的朋友生活当中有一个人需要你的指引，这个人也许是你的孩子，这个人也许是你的爱人，这个人也许是你的同事，这个人也许是你的同学。他需要你的帮助，他需要你的指引，他需要你的教导。那么你再去帮助他、教导他的同时，你会得到相对等的爱、相对等的回馈，或者是相对等的好处。刚才我讲过相互共存。当下有一个人需要你，也许你觉得这个人不是那么的，比方说符合你的一个要求，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要慷慨一点给别人一个机会。我觉得这个机会你给他，你会发现这是你一生当中最好的投资。
这个人他会感恩你，这个人同时也会有非常好的价值，也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同伴，其实是可以跟你一起，无论是在生活当中还是事业里面啊，我觉得是成为你非常好的左膀右臂，成为你非常好的同伴战友。那么第二个能量呢，就是作为孩子啊，就是作为孩子，我们看这个父亲的爱啊，我觉得当下第二副牌的朋友，也许你平常非常的强到你是那个大家长，刚才我讲过，家庭生活里的大家长，公司里的大家长，但是现在的你需要别人的帮忙，金币五，现在的你需要别人的帮忙，需要别人拉你一把，需要别人给你一个东西，哪怕这个东西是时间，你都很需要。那么当前这个父亲的爱就是在讲，我们有的时候啊，也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孩子，去接纳别人给我们的爱，去接受别人给我们的关照，并不是我们欠他什么，并不是你不够强，而是这个能量啊，它有来就有往。第二副牌的朋友，宇宙当下我觉得是想告诉你，你需要这些东西，不要害怕得到，害怕得到，不愿意接受是一种拒绝。现在的你，金币五的正位啊，我觉得你应该大胆的、勇敢的走出去，打破这个束缚，打破自己思想当中的一个局限，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让自己活得快乐一点，不是更好吗？如果有人想来爱你，如果有人想来帮助你的话，请你大方的接受。那么最后这个能量当然也有父爱的能量啊。第三组牌的朋友，也许你的父亲当下 OK 想要跟你去建立一种很好的关系，或者是你的父亲当下想要去跟你我们所谓的和解，或者是你的父亲当下需要你的原谅。那么当前呢，在年底的时候，对于有一部分的朋友来讲，跟父亲的关系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笔如果跟父亲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你知道现在是有干扰到你，或者是在你的心里的话，那么年尾的时候，宇宙给你的一个建议就是去看到这个父亲对你的爱，好吗？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二组牌的朋友，今天呢为大家连接这个2023年最后的逆袭和突破，这个年尾的讯息，辞旧迎新当中你需要注意的地方。希望这些能量呢能够帮助到当下第二组牌的朋友，希望呢你们可以在年底过得开心，过得顺利。那么祝你们好运，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个粉紫色的数字8，好，放在这里。那今天呢第三组牌的朋友，我们抽到的是 Hand Fasting。这张牌呢，其实是德鲁伊绑手礼，是在给这个新婚的人呢，结婚的时候庆典的时候，那么用这个丝带把他们的手呢紧紧的缠绕在一起，它预示着一种连结。所以说我们今天第三组牌的朋友，我们看的是2023年最后的逆袭还有突破，你的年尾讯息，有关于这个辞旧迎新能量当中的指引我觉得第一个能量很重要的就是，如果当下你跟某人的情感关系在这个加温和加速的过程里那么我感觉到年尾的时候呢，可能有朋友会有这种你与某人的感情会有一个仪式的感觉，会有一个加强的感觉这是你们的能量当中所自带的一个指引信息那么如果有朋友在年尾的时候会有什么婚庆仪式的话，那么这个能量呢也是有所展现的。最后一个能量呢，也就是这个我们所谓的延伸的一个能量Hand Fasting， 它讲的是 unity 联合在一起。那么这个联合可以是生意当中的联合，对吧？我们找到一个合作伙伴，也可以是生活当中某人跟你之间的联合，来帮助你完成一件事情，来帮助你去赶一个进度，或者是说你跟你爱的人，你跟你的家人在一起可以有这种关系的温暖。年底了，也许你会回家看看，你与家人们的关系会变得非常的温暖，这也是一种联合，对不对？ Unity。
所以说第3组牌的朋友啊，年尾你的能量当中有非常强烈的我们所谓的人际关系的一种能量的提升，你会感觉到你与别人啊，这个别人可以是任何的一个人，你与某个人的关系在年尾的时候会有一次能量的升级，你会感觉到自己是紧密的跟他们很亲的感觉。那年尾的时候，我觉得你的心会觉得很温暖。因为这个连结感啊，它不仅仅是把你跟某人的关系捆绑在一起，我觉得同时也是让你会心里觉得真正的温暖。我们每一个人啊，既是孤独的，同时呢又是需要去找到我们的归属的。那么年尾你的能量当中有这种回家的能量。什么是真正的回家？有的时候回家未必是回到某一个地点，有的时候回家就是我们心里的那份感觉，被接纳、被认同、被肯定，对吧？所以我们这里啊，第3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的主牌是 Handfastings。好，那我们继续呢来看一下啊，我们这样子啊，今天我们看那个年尾讯息，最后的一个逆袭跟突破。我们首先来看的是有关于第3副牌的朋友，我们能够连接到啊，关于你的一个状态。我们今天也是会先做验证，然后呢来做一个预测啊。我们先来连接你的能量信息。看一下第3组牌的朋友，你当下的状态，关于你的2023年全年下来啊，你现在的一个状态，你想要什么，或者是你不想要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宇宙怎么讲。权杖4的逆位，这张牌跟我们的主牌连接在一起啊，我觉得当下第3组牌的朋友，你的状态啊，我觉得你在非常期待这个连接。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是不是快要结婚，或者是快要订婚了呢？这个能量也许未必是在年尾，也有可能是在年头，但是是这个能量状态里的一个信息的呈现，又或者是你跟某人马上就要重聚了，也许因为一些事情，你跟你喜欢的人啊有分居两地的状态，或者是因为工作很忙，有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的亲密。那么当下你的状态就是说，也许有一些事情，有一些活动，有一个机票，有一个这个什么礼仪啊，已经都定好了，或者是说你知道马上就会出现，或者是马上就要发生，只是说当下还不能够跟他连接，还不能跟他见面，但是你心里是非常喜悦的，你迫不及待的你想过去，你迫不及待的想要见他，你迫不及待的想要跟这个人我觉得是有更进一步的进展啊，这个是权杖4，而且有一部分的朋友我看到是你离一个里程碑很近，也许你即将完成一个项目，也许你即将做完一件事情，你即将离开一个团队，那么这个离开这个团队是因为你已经有新的方向了，那么你必须得把手头的这个交接工作做好做完，才能走上新的路，所以当前你就是迫不及待的想把这件事情做完了做完了就会有新的，你就很开心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有这种好像要跨越想要去挣脱，想要去我觉得是快速的我觉得是进入到一个新的状态里去。对，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一张牌，权杖4的逆位。然后我们的第2张牌呢是权杖2，哇，好多火权杖2呢有好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是在讲你跟某人的关系当前是比较有默契的，两个人是很有默契的在一起合作，两个人是很有默契的在一起工作，两个人是很有默契的在一起去做项目，或者是完成学业。第二个能量呢是在讲你现在呢正在计划着一个新的旅途，这个新的旅途呢当下你还没有走出去，你还在计划的阶段，但是通过2023年前一段时间的这种尝试，你的这种努力，你已经知道了你接下来的路，你的方向在哪里。比方说在工作当中，你已经知道你最喜欢的方向是什么，你已经找到了跟你契合的领导，跟你契合的这个同事，对吧？我们在工作当中，有些人可能跟我们就非常的合，有些人跟我们可能就是不是特别的感觉不是特别的这个融洽，那么我们就是去找到在这个环境里面跟我们比较合适的人，那么从而呢可以在
这个我们所谓的转换和变换当中啊，去跟这些我们喜欢的人靠近，而远离那些我们不太喜欢的人，对不对？权杖二。当前呢，我觉得还有一部分的朋友啊，你们正在去为自己解开一个新的锁，你们有一个计划在心里，你们知道这个计划啊，我觉得是即将被你们开启。现在你们已经有了这一个我们所谓新方向的钥匙，也就是说，你知道这个新的方向在哪里，你知道这个接下来你的路要怎么走，你知道接下来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这件事情它是什么。当下虽然说还没有去做，但是你的心里已经在筹谋了啊，你已经在筹划当中了，并且你知道这件事情是你喜欢的，你也知道这件事情你一定能把它做好。所以我觉得很多朋友当下啊，这个状态里有这种很兴奋的能量，你们期待着往前走，你们期待着去打开这个新的大门，或者是做到自己接下来想做的这一件新的事情。好，我们的第3张牌是金币4的一个正位。这张牌呢是在讲当下第3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现在的一个状态是比较稳定的啊，金币4是比较稳定的。它讲的是现在你虽然还没有去变，但是呢你现在拥有的是稳定。这里有一些朋友啊，我觉得当下如果是你跟某人的关系即将进入下一个阶段的话，那么现在你跟他的关系本身就挺好的，你们现在是一个稳定的状态，但是即将进入新的状态。还有一些朋友，当下你的工作当中或者是你学业里面啊，我觉得现在是一个稳定的状态。比方说这个工作当前手头上的工作，你正在可控的有控制的去做，去完成它。对于你来讲，这件事情已经游刃有余，已经没有什么挑战了。而你的挑战在新的方向，在新的机遇，在新的团队里面。所以现在当下你的这个状态呢，是安心的，是安稳的，是安全的。对于当下生活状态里面已经拥有的，你是控制的非常好，把握全局的感觉。那么最后的一个状态呢，在金币4里面啊，也在告诉我，我觉得当下很多朋友啊，你们因为正在筹谋着未来以后，所以当下呢，你们比较的保守，你们并不想在当前的这个状态当中投入太多，分享太多和给予太多，你们在以一种比较保守的状态和现在的环境进行一个连接。但是呢，我觉得你们马上啊，这个所谓的这个积攒的资源、积攒的经验、积攒的这个能量，还有积攒的这个手里的礼物啊，都是为了新的阶段和下一个目标。对，这个就是金币4。有些朋友当前可能也会去买很多的东西啊，我感觉到可能会买很多的东西，存在自己的这个柜子当中。然后呢，这些东西可能是接下来你要去用的，接下来你要去给予的，接下来你要去赠送的啊。我看到有这个，所以给人的感觉比较像是在这个准备的状态里面啊，在准备的状态里面，你们的丰盛啊，我觉得是未来会打开，当下比较稳定。当下你们的能量就是想突破，想去走向下一个能量的拐点。好，那这里呢，就是我们为第3组牌的朋友啊，当下做的一个能量的验证，以及你状态当中能量的连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预测，我们来预测一下2023年啊，你最后的逆袭还有突破究竟会是哪个方面？究竟有什么样子的信息和内容？宇宙当下给出如何的指引跟提点呢？感恩宇宙。好，我们来看这2张牌。好，第一张牌呢是 Perseverance， 这张牌是毅力。第2张牌呢是成功的事业。OK， 这个能量其实出2张，我觉得是挺好的啊，跟我们刚才连接到的一种状态很像。Perseverance 毅力是在讲，有一部分朋友，我觉得你们正在去交接啊，你们正在交接，或者是你们正在去未雨绸缪。我们看这个第3张牌金币4嘛，可能你买了很多东西啊，你准备了很多东西，你保有很多东西，你存有很多的东西，都是为了未来。
那么当前这个 perseverance 在告诉我，现在阶段当中你需要做的事情，你在毫无保留的、精益求精的、把握全局的把它给做好。有的时候在工作当中啊，或者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经常会遇到一些我们不曾期待的一些事情。这个事情可能是突然来了一个很有挑战的项目，可能突然老板让你加班啊，可能突然老师要做这个临时的抽查，要做一个测验。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可能不曾期待的，或者是我们以为不会有的，但是时而他们也会发生。那么 perseverance 在告诉我，第3组牌的朋友，年底的突破跟逆袭啊，无论发生什么啊，无论发生什么，我觉得你们都可以去通关成功。你们有这个向往去迈向新的未来，你们有这个向往去突破，去走得更高，走得更好。所以无论当下我觉得是心里觉得有什么样子的事情可能会出现，你们都可以去面对跟解决，这是你们的坚强，这是你们的坚毅 perseverance。 那么这张牌呢，它是在讲啊，第3组牌的朋友，年底你的逆袭跟突破啊，我觉得是坚持下去。第一个能量，在工作当中，如果你想跳，你想升职，你想加薪，你想改变赛道，你想进入新的团队、新的项目组里去的话，那么当下你年底的逆袭在于说，你可以坚强的把这件你可能不太想做的事情，已经快收尾的事情，把它成功的做完、做好，给上一个领导、上一个团队有所交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能量，有些朋友啊，如果是在等待着跟某人进入到一个我们所谓的相聚、相会关系状态进入新的阶段的话，那么年底的时候，你的逆袭跟突破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去忍下去。尤其是在感情当中的朋友，也许已经忍了很久，等了很久啊，非常的思念，非常的怀念。那么年底的时候，我看到你会坚强啊，就是很坚强。已经等了这么久，我就不怕再多等这一天，就这种感觉啊。所以说这种能量呢，也看到了你们心里的坚持，也看到了你们对于这段关系的一种认可和认定。于是我们看到的第2张牌就是成功牌。这张牌讲的是成功的一个事业啊，它讲的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工作环境，升职和加薪都在这里面。那么对于第3组牌的朋友，如果你当下的这个能量呢，正好是跟工作有关的话，你也正好知道自己马上要升迁，你马上要进入到新的项目，你马上会有新的合同，你马上会进入到新的环境啊，工作环境里。那么我看到这个 successful career 就直接在指向的是最后的逆袭，就是让你成功的突破。你心里想做的这件事情是一定会到来的。你期盼的这个升职加薪是一定会到来的，而且呢，在你的升职加薪的这个我们所谓的契机里面，还伴随着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也许你会有新的办公室，也许你会有更好的这种合作的团队去帮助于你，效忠于你，与你合作，对不对？还有啊，在这个新的环境当中，也许你会感觉到这个项目、这个工作、这个合同里的方案都是你想去尝试的，你想去走的一条路。所以你的工作啊，我觉得是大好的光明的前程啊，在等着你去往前迈进。现在你的这种筹谋，你的准备，其实更进一步的在说明接下来你会非常的成功。那么如果这个能量呢是在感情当中啊，这边有些朋友因为这里是讲事业嘛，那我觉得是这个能量其实就是在指着你跟某人的关系啊，在年底的这个突破跟逆袭里面，你会心想事成，你会跟他见面，你的坚持会让你的这种良好的能量和状态直接把你们的能量，我觉得是调频在一起。你们将有机会去见面，你们将有机会去，比方说领证啊，你们将有机会呢，可能会是参加一个蜜月啊，有一个蜜月旅行在等着你们，或者是见家长啊，或者是见家长，因为这边有非常强烈的一种里程碑的感觉。那么里程碑在感情当中是很大的事情，你们现在心里想的，你们现在心里期待的这个连结 unity 将会发生，成功的发生。这个连结，这个里程碑，这个新的未来里面是有利于你们的，
是对你们来讲非常吉祥的，也是你心里当下所期盼的那个美好会被你成功的显化出来。所以当下可能有些朋友还需要去在工作当中很努力很坚持，花很多的时间，因为为的就是把工作这边做好，才能够跟自己喜欢的人享受甜蜜的二人世界，才能有这样子的一个度假，才能够某种程度上就是我们讲婚姻嘛，婚姻有的时候它讲的这个内容不仅仅只是感情了，所以有的时候是在讲你的成功的事业，某种程度上也在助你成功的婚姻。这个是第三组牌的朋友，我们看到这2张牌好，我们进一步的来看年底2023你最后的逆袭和突破，宇宙当下有什么样子的指引和提点呢？感恩宇宙。好，宇宙请你告诉我们，选择第3组粉紫色数字8的朋友。哇，这张牌好棒哦，这是一颗心这是一个人的心。年底的时候这个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逆袭，你们的突破，我觉得是在于你跟某人的感情真的很好The Heart， 我觉得你们将走入这种很温暖的像巢穴一般的状态走进彼此的内心。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如果说感情里你可能刚才觉得说其实我跟这个人的关系有一点卡关呢，那么如果是卡关的朋友，感情当中那么年底的这一次逆袭跟突破是有一个契机，有一个契机让你们去读懂彼此的真心，有一个契机，如果你之前你觉得说好像走不进这个人的心里去，我看到年底你可以走到他心里去读懂他，去了解他。那么年底的时候，也有可能你曾经如果说你觉得你心很硬，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去打开你的心的话，年底的时候你会有一次机会，我觉得你会打开你自己的心，有一次机会会让一个人走进你的心。每一个人的心里其实他最里面的那一层都是很柔软的，都是很美好的。每个人其实最终也是很向往美好的。那么在这里呢，我就看到这种美好的能量是一个成功走进彼此内心的一个机会。那么对于感情关系本来就好的朋友来讲，那就更棒了，因为我们这边已经读到有关于婚庆的能量，对吧？有关于婚庆，那么结婚的2个人要去给予最终承诺的2个人，那么在这个阶段里面，肯定感情是非常好的。你们通过也许是见家长，或者是说领证或者是蜜月，你们都能够感觉到双方彼此心心相印，你们能够感觉到彼此就是更加的靠近，更加的有这种温暖的感觉。甚至有一部分的朋友可能会感觉到就是真的很想跟这个人建立家。这张牌心感觉到是巢穴的能量嘛，所以是家，是建立家。这个家是有我们所谓的2个人至少是2个人要建立起这个家，不再孤单，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回家了。那么对于在工作当中的朋友这个新的能量就更好了。这个新的能量呢有2点，第一点呢是在讲你很开心。如果呢我们能够在工作当中一边做事，一边又觉得很快乐的话，一边完成自己的兴趣和理想的话，那么这真的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所以说第一个能量就是在讲，有些朋友你们正在去筹谋，你们正在走入一个升职加薪，或者是改变到一个更加舒心的快乐的工作环境里，那么你的心就会得到滋养，你就会觉得这份工作不是责任，不是负担，而是你心甘情愿想做的、喜欢做的事情。这是心。所以有些朋友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年底的这个我觉得是辞旧迎新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看到这个未来的希望，能够感觉到自己正在迈向你心里喜欢的这个事业的道路，这个过程里，也就是说你会感觉到自己走上了属于你的正确的轨道，你的心里会感觉到非常的欣慰，你的心里也会感觉到非常的快乐，并且对未来充满着希望。
那么你的这种坚强的毅力的决心就会更加的强烈，去推动着你走完走好，对吧？非常的成功。那么第二个能量，这个星呢，当然是代表着你的合作伙伴跟你两个人是非常契合的。有些朋友啊，在工作当中，你们不要去怎么讲，尤其是在这个我们所谓的自己有工作室、有团队创业的朋友啊，每一个人的这个技能啊，他都是有这种长有短的，每个人可能都会有比较厉害的，但是也会有比较短板一点的。那么这张牌呢，是在讲，其实年底的时候，如果你想把工作事业做得更好、更加成功的话，其实宇宙是非常建议你去邀请合作伙伴进来的，邀请某些地方你也许不是那么的强，但是他却非常强，邀请他们进入你的团队，邀请他们加入你的团队。那么在这里你会看到的是，对方对你是欣赏的，你对他也是欣赏和赞叹的。那么两个人在一起就会更加的强大，就像那个绳子啊，拧成了一股绳，你们的力量将会更坚强，也会有更多的能力，去面对未来的更大的挑战。所以你会感觉到，就是年底的时候，你遇到的人啊，特别是新人，比方你招聘啊，比方说你邀请新的人进入你团队啊，你一定能遇到跟你非常契合的人，你喜欢的人。那么如果说这边有一些朋友是要进入到别的团队啊，加入别的团队，你会看到是这个新的领导、新的团队的这个领队的人，或者是新的工作环境，是你觉得说自己能够被赏识，你能够在那个平台、在那个团队里啊，能够去把自己的能力得到施展和认同的一个地方，那么你的心也会觉得说非常的开心啊，你的心也会被打开。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需要被别人认可的，被别人接纳的，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有些朋友，你进入新的团队啊，如果是在年尾的时候有新的邀约、有新的合同、有新的项目组邀请你的话，那么你会看到这个项目组是不错的。The Heart。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塔罗里面的信息啊，看看还有什么样子的补充。我们来问一下宇宙。好，宇宙告诉我们，2023年啊，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最后的逆袭还有突破，究竟具体是什么信息呢？宇宙，请你告诉我们哦。好的，我这边看到是这两张牌。我们的第一张牌呢是 Renewal， 第二张牌呢是秋季元素的国王啊。那么第一张牌 Renewal， 我们刚才看到了啊，有些朋友正在运筹帷幄啊，你们正在去准备。那么年底你的逆袭、你的突破，在于说你会更新自己的能量磁场。这个能量非常像什么呢？就是一个旧的东西啊，做完了，做好了。一个关系的阶段呢，我觉得是已经走完了，而新的能量已经在为你打开的状态。而新的能量呢，是你预期的，是你预估的，是你知道啊，你过去这么长时间的努力，就是为了打开这条新的大门。是这种方向的一个重生。那么在年底的时候啊，在你的这个突破里面，也有一些朋友啊，宇宙在这里给你建议，是说让你去把过去的能量做一个总结，那么你会看到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啊，把过去的能量做一个总结。所以这个能量也是在讲啊，我们2023年整个做的这件事情啊，在现在在收尾，收尾工作很重要，不要忽略了这个收尾。但是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有这个坚强的毅力嘛，所以说这个收尾工作啊，我对你们非常的有信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们可能会更加的坚定啊，更加坚定的看到自己前进的方向，以及你们想要去背负的责任，想要去完成的一个更高的、更远的一个理想。那么在这里 renewal 啊，重生和更新的能量，在这个地方也是在讲的，比方说加薪啊、升职啊、升迁啊、换工作环境啊、搬办公室啊，那么这些都是在这里的啊，有这种辞旧迎新的能量在等你。
那么当然了，有些朋友这个 renew 啊，我觉得是你跟某人的关系啊，我真的有感觉到第三组牌的朋友，你跟某人要重聚，也许是因为异地，也许是因为太忙，你们年底的时候一定有机会见面的啊，你们一定有机会会，比方说这个关系得到一个我觉得是温暖和滋养。如果之前你们两个人有误会的话，年底也是一个我觉得是和解的一个阶段啊，你可以跟他两个人和解，你们两个人重新再来过。最后一张牌呢是秋季元素的国王，这张牌呢其实更加的，我觉得是在确定吧，还要认可啊。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在这个财富运势方面啊，你们在财富的运势方面，年底的时候你的运势非常的强。秋季元素国王，我感觉到你是一群就是非常努力的孩子。那么你的努力呢，在年底的时候将会得到认可，将会得到嘉奖，将会得到能量的升级。当你在年底的时候啊，看到是升职加薪，或者是进入到你喜欢的团队和工作环境里，你会感觉到自己的那种能量磁场是非常温暖的。当你得到了别人的认可的时候，你也非常想去帮助他人，对吧？你想去给别人一些温暖，对吧？分享你的拥有啊。那么在这里我看到就是你会送礼，或者是你会把机会分给别人啊。那么在这里呢，很多人都会很喜欢你。所以年底的时候吧，我会感觉到第三组牌的朋友，你的魅力魅力大增。无论是在这个爱人的身边，还是在工作或者是这个环境当中吧，你会感觉到你魅力大增。有很多人呢，他们会衷心的祝福你，他们会真心的想去跟你组建团队，想要去跟你一起创造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成为你的助力，同时也成就他们的个人理想。所以说年底的时候，这边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这个国王的能量属于那种掌控世界掌控你生活里的那个比方说资源，掌控你生活里的一个道路，掌控你的命运，有这种能量，土元素的国王。那么很多事情都会是朝向对你有利的方向去前进。有一个非常好的人，或者是非常好的公司是值得你去把握。我们这边看到很多跟公司有关的，跟人有关的，所以很多第三组牌的朋友这个我们所谓年底的逆袭可能真的是跟一个机遇，而且是跟你的事业机遇紧密相连。所以在这里呢，会提前的祝福第三组牌的朋友，祝福你们可以升职加薪，祝福你们可以跳到理想的公司，祝福你们可以进入到新的你想进入的团队里去好，那我们的最后呢，就来看一下宇宙当下给你的指引和建议是什么，来帮助大家走完最后的2023。感恩宇宙。还有点多。好，这张牌是有关于拒绝，这张牌是有关于被否定。这张牌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有挑战的事情，但是呢，当我们遇到有挑战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想去承认它。那么如果我们不去承认这条道路当中本身的困难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出最好的决定，来帮助我们去通关成功。这张牌我觉得是宇宙当下给第三组的牌的朋友的一个指引和建议这张牌是在讲，在你成功升职和加薪，或者是改变赛道进入到新的团队工作环境的这个路程当中，可能会有人就是说反对你，或是有人呢，怎么讲，就是不是所有的人吧，我这边听到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希望你好有的时候呢，可能你会有这种竞争对手或者是你会遇到的是嫉妒你的人对不对？那如果是这种事情的话，又或者是有人想在你最后的这个我们所谓的功成名就，或者是这个完美的收官的过程当中呢，给你一些小麻烦。那么这里呢，请第三组牌的朋友，你要能够看到是这件事情出现了以后呢，你就解决它，不要去逃避它就好了。因为我看到所有的事情就像那个9981难，好不容易走完了所有的路，
啊，就是最后差那一难还得掉下去，就这种感觉啊。那如果最后有一个人要给你使绊子的话，最后有一件事情可能会为难你的话呢，你不要被他吓到，也不要去逃避，因为你要相信你自己的能力。一路走过来，什么样子的人你没见过呢？你都处理好了，你才能够走到今天。所以最后的这一点磨难，或者是最后的某人给你的一个挑战啊，请你去耐心的、平和的通关成功。所以你看，我们这边也有一个 perseverance， 这个完美的收官，它如果说真的给你一些挑战的话，你把它解决好了，更加说明你的能力是远远在它之上的，更加能够证明你比他更加值得这一次的升职和加薪，对不对？所以说第三组牌的朋友，宇宙这里给你的是 surrender denial， 不要在最后的地方啊被这个人影响。你已经把自己这一路走过来锻造的或者是打磨的非常好了，你已经得到了90%的人的认可，所以你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契机，有这样子的新的方向会出现在你眼前，是你自己挣得的，是你自己显化出来的。年底如果有人想在这个地方给你一些小的一些磨难的话，那么你就勇敢的相信自己，睁开你的眼睛去解决它，用包容用爱去解决它，因为你马上就要成功了，你马上就要跳脱了，你马上就要到上面去了，对不对？那么如果这样想的话，你是不是能够更加能够心平气和的，或者是非常的轻松的把这件事情解决好呢？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过渡期的时候有一个能量在这里，宇宙呢提前给你一个指引不要去逃避，不要去害怕，睁开你的眼睛，用你的智慧，用你的经验解决掉，你就顺利成功。好，我们来看最后一张牌，宇宙当下给你的指引还有建议是什么？感恩宇宙。好，周请你告诉我，选择到第三组牌的朋友，你有如何的指引和建议呢？感恩。好，这是一个照顾人的能量caregiver， 给予你的关心，给予你的关爱。这张牌我觉得是有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那么年底的时候呢，宇宙给你的建议就是说，分享你的能量，分享你的爱，分享你的资源。我们看到了这个土元素国王嘛，土元素国王其实是一个很丰盛的人，也是一个非常大方的人，很慷慨的人。那么这个慷慨不仅仅在于物质层面，也在于你的情感层面。第一个能量呢，是对应在年底的时候你跟某人的关系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进展，或者是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突破，甚至有朋友跟这个人的关系可以得到一个缓解那么在这里呢，请你不要吝啬你的爱，给他一点关心，哪怕之前你们两个人可能有一点冷，你们两个人呢因为各种事情没有办法联络，那么年底的时候呢，请你给他更多的关心，给他更多的关爱。每个人都需要温暖，你需要温暖，他也需要温暖。有的时候我们要主动一点，做出那个先给予的人。那么接下来你怎么知道别人不愿意还予你呢？你怎么知道你的爱不能得到回应呢？我们有的时候要勇敢一点那么第二个能量呢，是在讲，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年底的时候好像有人需要你而且需要你的人可能不止一个，可能有各个方面的人都很需要你。比方说会不会年底的时候你的领导，你的团队需要你去帮忙呢？或者是年底的时候你的亲人，你的家人需要你去照顾呢？又或者是年底的时候你的闺蜜你的朋友需要你去帮助他一下呢？那么如果说在年底的时候你自己的事情处理的 OK， 然后呢别人需要你的话，那么希望第三组牌的朋友可以更好的去给予，给予的多，得到的也多给予的多，得到的也多。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年底的时候你会是一个心里会得到别人的认可，就是你会得到很多的爱，同时呢你也会有机会我觉得你也会有机会给出很多你的关爱，给出很多你所拥有。金币4嘛，现在你已经囤了很多东西，
你有很多的东西，年底的时候啊，也许你会有机会去分享更多，给予更多啊。那么我觉得在给予的整个过程，第三副牌的朋友，你的心呢会觉得更加的温暖。有的时候给予本身就是快乐的啊，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去给予的，而有能力给予的人，在给予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非常快乐的。所以呢，就希望第三组牌的朋友做一个快乐的人，做一个幸福的人啊！我相信你们的成功一定会在年底的时候逆袭成功突破，并且呢，成百上千倍的去放大，好不好？这边呢，就是我今天为第三组牌的朋友啊，连接到关于这个年底的一个讯息，希望这样子的一个辞旧迎新的阶段呢，能够带给大家最好的运势以及最好的礼物。那我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